嗨，我是 Jasper。这个影片会告诉你 Vizame 跟 PostSilver 是不是同一款刀片，并且提供一个挑选第一刀片非常好用的网站，从此不会再买错，不会再买到不喜欢的刀片。以往试验刀片的好坏，都是把刀片放在脸上，只靠人脸的感觉，主观判断刀片好不好用，并没有比较严谨的数据测试。如果有量化的刀片数据，绝对是更为客观、更为可信的依据。这个影片会告诉你这两款刀片的量化数据。PostSilver Super Iridium 绝对是一款顶级的刀片，它的特色是超级滑顺，滑顺到会让你有刮胡刀没有装上刀片的错觉。另外，它有中档的锋利程度跟比较长的刀片寿命。不锈钢材质，镀一涂层。如果将100款第一刀片排名，它会在我的前5名名单以内。除了刀片本身好用以外，让 PostSilver 一举封神的就是这个 Google 表单。看似很简单的表单， PostSilver 以总分18分的高分，在里面排名第3名。前2名是你买不到的停产的 Chic 刀片。也就是说 PostSilver 是现在你可以买得到的最顶级的刀片。这个表单是这样讲啦，很多网络刀片评论的文章都会附上这个表单的连结，所以 PostSilver 就被炒作了，价格一直往上攀升，在台湾的网络卖场，甚至还有人把它称为神之刀片。但是这个表单的评分非常的主观，评分的项目是看在脸上滑不滑顺，刮得够不够劲，有没有拉扯，有没有刺激。在这个评分表里 Gillette 7 O'Clock Sharp Edge 居然只有9分Gillette Super Platinum 居然只有7分，敢有可能？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相信，也不可能接受的。以往的刀片测试都是像这个表单，非常主观的感受，直到我发现了这个网站 Refined Shave 使用专业仪器测量得出客观的数据。难得的是，它有针对刀片的锋利度跟耐用性这2个变量很大的数值进行数据化整理。要知道这2个数值会因人而异，有很大的不同。通常测量刀片锋不锋利，只能靠你脸皮的厚度；测量刀片耐用程度，只能用骰子计算刮胡子的次数。如果你有其他可以把刀片特质数据化的网站，请在影片下面留言，造福喜欢手动刮胡刀的大家。在 Refined Shave 的测试中， PostSilver 的新刀片锋利度是46，锋利度跟 Gillette Silver Blue黄色的 Gillette 7 O'Clock Sharp Edge 是相同的，这跟很多人的使用感受是一致的，比奇怪的 Google 表单准确多了。PostSilver 在使用1次以后，锋利度从46变成39，这个数值越小，代表越锋利。也就是说，在使用1次以后，会比新刀片更锋利。这个变化跟涂层磨损有关。39的锋利度是什么概念呢？就跟飞的刀片刮1次以后一样的锋利。PostSilver 在使用2次以后，锋利度从39变成40。从数据上来看，刀片会稍微变钝一点点，但是在使用上你不会感受到区别。39变成40，数值变化不大，也就是说，刀片的锋利度可以保持很稳定。讲人话就是刀片可以一直都很锋利。在耐久性测试上，这个测试的基准系数是 1.0， 数字比 1.0 小代表更锋利，数字比 1.0 大代表刀片更钝，需要更大的力道才能切断胡子。PostSilver 刮过1次的数值是 0.85， 比新刀片更锋利，刮过2次的数值是 0.91。 这说明的是 PostSilver 刀片刮过2次以后，在耐用性上跟新的刀片几乎没有区别。讲人话就是刀片寿命很长。综合以上来看， PostSilver 的确是顶级的刀片。这里带出的重点是，从这个分析你可以看到，一个刀片真正锋利好用的时候，是在使用完1次以后，
也就是第2次使用之前，因为这时候刀片已经磨合好了。请注意刀片使用过1次后的数字，也就是第2个圈圈，永远会比第1个圈圈新刀片的数字来得小。几乎所有的刀片都是这样，只有飞的这个不合群的例外。刚打开的新刀片并不是最好用的时候，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刀片使用1次就丢掉，或者是拿很多不同品牌的新刀片，只刮1次就评价好不好用，我都会噗嗤一下偷笑，偷着乐。另外造成 Possilver 一直涨价的，就是一直有传言它停产了。前几年都以为 Possilver 停产只是个笑话，不过是商人炒作价格的把戏罢了。但是现在打开网站，哎呦，还真的买不到了耶！货源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稀少。这么好的刀片会停产，就跟佐久间堂会停产一样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江湖上传言 Wizame Iridium Super 跟 Possilver Super Iridium 2张刀片只是不同的包装，但是里面装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。如果它们是同一款刀片，那么即使 Possilver 停产了，以后还有 Wizame 刀片可以用。不过也有人说，在使用体验上，这2个刀片是不同的，尤其在刮胡子的次数上有明显的差异。可惜的是，在 Refine Shave 的网站里并没有 Wizame 的刀片数据。如果我们能够证实 Possilver 跟 Wizame 是一样的东西，那么 Wizame 就能跟 Possilver 共用相同的数据，把这一块缺失的拼图补上。就算以后 Possilver 买不到了，改买 Wizame 也是一样的。打开2个刀片的包装，刀片上面上下2行印刷字样是一样的，字体的大小粗细稍微有点差别。Possilver 右上角写着 R Registered， 属于已完成注册的商标。Wizame 写的是 TM Trademark， 代表还没完成注册登记的商标。2张刀片的印刷不同，不过刀片上的印刷很容易修改。看看这张图，也分别是 Possilver 跟 Wizame 刀片。2张刀片右上角都是 Registered 字样，而且连包装纸都是一样的，可以判断刀片上面的印刷不同，可能是不同年份、不同批次，或者是不同机器生产出来的差异，不能当成是2张刀片不同的证据。2张刀片的厚度没有意外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 0.1 mm。测量重量也是相同的，都是 0.5 公克。比较2张刀片的大小就有意义了，像是 Kai 刀片宽度比较大，会造成比较大的刀片露出。Rockwell 刀片内部的固定开孔比别人小，如果装在公差比较小的刮胡刀，会让刀片拔不出来。因为第一刀片比较软，用游标卡尺测量刀片会形便。我的方法是使用扫描器高 DPI 扫描，然后进 Photoshop 比对这2张刀片的大小。2张刀片的大小相同，中心口的大小跟位置也一样。使用显微镜观察刀片的边缘，这个是 Possilver 的边缘。这2张刀片都是不锈钢刀片，都有E涂层。这个是 Wizame 的边缘。2张刀片的边缘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并没有研磨分层的状况。但是我发现我这张 Wizame 的刀片上面有大大小小的这种孔，不确定是固定蜡还是涂层脱落。批量生产的刀片偶尔会有哑弹的状况。相反的 Possilver 的涂层就很完美。从外观、重量、刀片厚度、尺寸大小以及显微镜观察刀片边缘，这2张刀片是一样的。那么上脸的感受会是一样吗？测试的刮胡刀是 Blackland Blackbird， 加工的精度非常好，有极高的剔净度跟效率。这把刀在中性的使用角度下，会有比较强烈的刀片感觉，很适合拿来做刀片测试。实际上脸测试，
不管是肉比较厚的两颊、脖子部位，还是肉比较薄的下颚线、下巴、鼻子下方，我都感觉不出它们的差异。这两张刀片都是顶级的刀片，在 Blackbird 这种强迫让你中奖、强迫给你刀片感的使用状况下，这两张刀片的滑顺度减轻了很多刀片感觉，锋利度也是无可挑剔的。3天的胡子成长，以往至少要刮2遍，使用 Blackbird 搭配这两张刀片，只要刮过1遍就可以刮得非常干净。也就是说，胡子一下子就刮完了，那还测什么？其实刮胡子还有泡沫来缓冲跟润滑，并不能真实感受到这两张刀片的差异，所以我拿去刮腿毛了。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，随身带着一个扳手是很合理的。我有在骑公路车，会刮腿毛也是很正常的。你不会想看男人刮腿毛的，为了不弄伤你的眼睛，就不拍刮腿毛的画面了。刮的时候让两张刀片的使用次数相同，刮腿毛时不上泡沫，使用干刮加上逆刮，这样最能感受刀片的差异。人肉测试的结论是，在使用感受上，这两张刀片一模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在使用寿命上也是一样的，并不存在哪个刀片可以使用比较多次的差异。这个网站是 Wizardmate 的经销商之一，上面的叙述说明 Polsilver 跟 Wizardmate 这两张刀片是一样的东西，它们具有相同的印刷跟质量，只有包装不同。这里可以看到刀片的价格，500片在73到79美元之间，也就是100片15美元。相较于其他敌意刀片，100片大概10美元。Wizardmate 的价格大约是别款刀片的 1.5 倍，价格多一半，听起来很多，不过100片价差5美元，也才大概150块台币。每一片刀片多 1.5 元台币，就可以晋级为顶级的刀片。这样不香吗？安全刮胡刀的耗材就是这么便宜，不过仿冒的刀片很多，请挑选有信用的商家购买。这两张刀片目前都是由宝洁公司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制造，吉列是工厂的股东。在搬到俄罗斯之前， Wizardmate 也有在波兰生产包装上印有 Polsilver 字样的刀片。 Polsilver 只是产品名称， Wizardmate 是工厂也是品牌。像是这张图，8款 Wizardmate 生产的旧刀片，其中就有4款印有 Polsilver 字样。尤其是左上角这一款刀片，它是Wizardmate在俄罗斯生产的 Polsilver Super Iridium。 你是不是开始感觉到了一些什么？我们来换位思考，如果你是老板，在同一家公司、同一间工厂生产了 A 跟 B 这两个半成品， A 跟 B 看起来跟用起来都一模一样，你会针对一模一样的半成品自找麻烦做不同的编号跟库存，再将一样的东西做不同运费的物流吗？刚有可能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判断这两张刀片是不是相同的关键，就是产品名称跟内容物对不上。刀片上面的名称应该跟包装盒是一样的，对吧？ Polsilver 上面没问题，都是印 Super Iridium， 但是 Wizardmate 的盒子上面印的是 Iridium Super， 里面的东西却是印上 Super Iridium，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？你不觉得怪怪的吗？你不觉得就是同一个刀片放在不同的包装里吗？综合以上，我的结论是 Polsilver 跟 Wizardmate 这两个刀片是一模一样的，是同一张刀片。也就是说 Wizardmate 可以使用 Refined Chef 网站上面的 Polsilver 刀片数据。Polsilver 新刀片锋利度46，属于中档范围，但是在刮过一次胡子以后会变得很锋利，在刮完2次胡子以后，锋利度也几乎不会下降，平均数值在42，是一张锋利的刀片。
舒适度绝对是这2张刀片最大的卖点。在第一刀片中，我想不到有比它更滑顺、更舒适的刀片。它们是舒适度的王者，可以驯服刀片感很强的刮胡刀。在使用2次以后，耐用性是 0.91， 比新刀片还要锋利 9%， 耐用性也是在前段班行列。100片刀片大约15美元，比其他款式的刀片多出1半价格。虽然 Possilver 的性能出众，但是在100片刀片10美元区间，有很多更好的选择。总结 Possilver 跟 Wizardmate 总分32分。如果你想要锋利的第一刀片，你要选择 Fader、Gillette、Nasset、Perma Sharp。如果你想要超级滑顺又足够锋利，也就是技能数点满、平衡性又好的刀片， Wizardmate 跟 Possilver 会是值得推荐的选择。既然这个主题是2个刀片的 versus 对抗，就要有一个赢家。虽然他们是同一款刀片，不过因为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，虽然可能是偶尔发生的哑弹， Wizardmate 的涂层会有斑驳的状况。The winner is Possilver.